这也太让人心疼了吧！影视剧中经常会出现许多很惨的角色，他们出身不尽相同，身份地位也千差万别，但是不变的共同点就是一个字：惨。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角色总会在不经意间触碰到粉丝们或者观众们内心中柔软的那一块，从而对这个角色产生同情的感情，也就是俗话说的令人心疼。那么这些年影视剧里都有哪些令人心疼的角色呢？赶紧跟着小编来看一看。Hello， 宝宝们，咱们又见面了。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那些剧中让人觉得心疼的角色。首先，《狐珠夫人》中的提篮，在剧中的她如同浮萍般的长大，明明无所依托，却又如此的温柔而坚毅。如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提篮是少数民族的一位庶出公主。由于是庶出，纵使生在富贵之家，从小却并未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自然也并不受父亲的爱戴，不过是政权中的一枚棋子。长大后，由于和阿姐有极其相似的容貌，被安排与当朝皇帝联姻。他的阿姐是皇帝挚爱之人，阿姐的去世始终是皇帝的一根刺，因此到来之初，提篮备受冷漠与苦楚。有一天，他与皇帝一起吃饭，在饭桌上，皇帝谈起了他阿姐。他说阿紫以前吃饭极其的挑嘴，凡是没有他喜欢吃的菜，他就不吃，满嘴的零碎。说起阿姐时，皇上满脸的宠溺与幸福，而他却就这样静静地听着，没有显示悲伤，只是一个有耐心的倾听者。在花絮中扮演他的演员说，他演到这一段时忍不住的哭泣，替他委屈，但是他必须忍回去，因为作为剧中的提篮，他所受的教育与经历让他变成一个温柔的善解人意的女子，所以在面对这件事情时并无怨怼，只有皇上为他初次敞开心扉的开心。很多人都为他感到委屈，然而小编从另一个方向看见了提篮某种意义上的解脱。身为女子，又入帝王家，当面对一段并不愉快的经历时，她选择以宽容和谅解代替嫉妒与怨怼，在艰难不可改变的环境里调整自己的生活态度，让自己尽可能过得更好。在小编看来，这是不错的一种生活哲学。若是她带着消沉厌恶的态度来面对皇宫中的日子，小编想她恐怕会像木偶一般的活着，死气沉沉，感受不到温暖。同样，她也给不了周围人以及观众温暖了吧。第二位同样是《狐珠夫人》中的帝绪。帝绪可以说是一个为情所困之人，情到深处难以自拔。他本是一个放浪不羁的少年，丝毫没有想成为一代明君的想法。然而在命运的驱使之下，又让他不得不登上皇位。从此帝绪性情大变，再加上失去子簪的痛苦，让他整日活得痛苦黑暗之中。提篮的出现慢慢的让帝绪有所转变，那颗原本死去的心又重新燃起了希望。虽说起初对提篮百般折辱，皆是因为子簪的缘故，当他彻底醒悟后，就对提篮展开了无微不至的照拂。通过帝绪对提篮态度感情的转变，可以知道他是一个外冷内热之人。帝绪并非表面上看的那样坚强，实际上他的内心特别的脆弱。汤前子的叛乱给帝绪带来重创，然而在紧张的战事之下，提篮又被自己的弟弟索兰挟持，在双重事件的压迫之下，帝绪最终决定带少数人马前去营救提篮。然而正赶上提篮产子，就在提篮生产的过程中，索兰带兵找到了帝绪的行踪，帝绪最终没有以少胜多，被索兰的士兵杀死，提篮也是死在了索兰的士兵手中。好在帝绪在死之前看到了儿子最后一眼，帝绪最终没有救出提篮，还搭上了自己的性命，死对于他来说也算是解脱了，如释重负一般的轻松，并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方珠。很多人觉得帝绪的死有些遗憾，要是他没死，对自己的孩子言传身教，今后也一定是一代明君。还有人说，如果帝绪不死，不把孩子托付给方珠，或许方珠就不会再次实行伯息而殒命，只能说令人唏嘘。第三位，周生如故中的周生辰。这个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一个是战无不胜的小南陈王，一个是温婉动人的崔家独女，两人郎才女貌，很是般配。但周生辰为了表明忠心，不让皇帝和纣臣怀疑，立誓此生不嫁娶不生子。崔时仪也为了崔家，未出生就被指婚给太子。剧中的男女主角都很有信念，他们没有把爱情放在第一位，而是专心搞事业。两人都很清楚自己身上的责任。
很多人觉得周生辰完全可以自私一点，登上皇位，这样既能守护江山，又能守护美人。但这样的周生辰就不是周生辰了，他知道自己不仅是王爷，更是西周百姓的精神支柱。一旦周生辰有所动摇，那西周必然人心涣散。他能做的只有尽到为人臣子的本分。从一开始，这两人就注定没有个好结局。最后，周生辰的剔骨之行，崔时宜的红衣坠楼，无不让观众们心碎。他穿着一袭红衣，于漫天飞雪中从城楼上一跃而下。他们过去隐忍而又汹涌的爱意，也算是有了这个结局。第四位同样是周生如故中的崔时宜。崔时宜进南陈王府后，因是小南陈王的第11个徒弟，被唤11。11天真烂漫、活泼聪慧，是王府的开心果，深得众人的喜爱。师父周生辰也对他宠爱有加，在与周生辰的点滴相处中，11不知不觉喜欢上了他。但他自小婚约在身，周生辰又立誓一生不娶，两人始终发乎情，止乎礼，暗生情愫的两人被太后发现，太后让11认周生辰为义父，他一句不愿意，周生辰便违抗圣旨，两人情感迅速升温。崔时宜为了和周生辰在一起，不惜请求家人将他从族谱中除名。边关再度告急，周生辰领兵出战，答应崔时宜王府只有捷报，可却没有等到他凯旋而归的消息。只听说周生辰临阵叛乱，挟持太子妄图登基为帝，最后受剔骨削肉之刑而死。南陈王府弟子全部战死沙场。崔时宜不知道的是，周生辰并没有造反，而是被前往支援的太子亲手害死。周生辰死后，崔时宜担负起家族生育的责任，与太子完婚。大婚当日，一身红色嫁衣从长安城墙上一跃而下。崔时宜死后，太子忧思过度，因病而逝。公主为了江山的稳固，远嫁和亲，最后郁郁而终。第六位，《山河令》中的温客行。小小年纪便深入鬼谷，备受折磨。年幼时，父亲遭遇仇家追杀，母亲因此丧命。喝下孟婆汤后，一心想要报仇，他想要与这浊世一同覆灭。途中遇上了自己的光，却没有想到心爱之人命不久矣，并且自己从小带大的阿香也在大婚之日丧命。他满脑子都是一些新奇有趣、稀奇古怪的故事。他讲的那些故事，其实也是他自己的遭遇。香蜜沉沉进入霜中的润玉，从他出生以来，他的娘亲便担心他的身份暴露，每隔一段时间便拔他的龙鳞，跟着父亲天帝，却拥有一个那样的继母。明明自己没有想要天下的心，一步步逼到现在这个地步。自己喜欢的人爱的却是自己的弟弟，最后身边只有野兽和矿路，还有这凌霄殿的凄凉。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日日复月月，月月复年年，年年复此生都爱你的人。其实矿路很好，但爱情可能就是这样子，不爱就是不爱。他是天地之子，也是四叶之神，住在玄奇宫里。其实初期的润玉本就是一个淡泊名利之人，不争不抢，没什么坏心思，与旭凤的关系也还算不错。就像锦觅说的那样，小鱼仙官是一位好龙，我好喜欢他。是啊，他的确是一位好龙，即使后来因为种种润玉黑化了，但还是让人恨不起来。花千骨中的花千骨，我没有朋友，没有孩子，没有爱人，没有师傅。当初我以为我拥有全世界，到头来什么都是假的。爱我的人为了我而死，我爱的人却一心想要我死。我什么也不要，什么也不求，只想好好的活着。可是老天在逼我，是你在逼我。小编永远对花千骨这句话印象深刻，因为小骨实在是太难了。我可怜的小骨，其实小编不希望你跟着白子画，跟着姐姐最好，一定能护你周全。跟着东风玉清也不错，也能得到一方净土。但是最终花千骨用幻术让白子画亲手杀了自己，并以神的名义给白子画下不生不死、不伤不灭的诅咒。白子画以为杀了他，自己可以陪他去死，可他不知花千骨从未想过让他死，让六界毁灭。他只是对这个世界没有期待，只想让他来说爱他而已。他所求无非就是活着，让自己有一丝期待。然而白子画却跨不过师与徒的界限，甚至为自己对自己的徒弟产生那样的想法而感到耻辱。白子画的责任太重，
重到认为一个人、一只蚂蚁都是苍生，都是他的责任。他看似洒脱，其实是在礼法观念中最重的一个人。白子画直到花千骨死后才明白，花千骨一生只为他而活。可这一切对于白子画来说，他明白的太晚了。爱上这么一个木头，确实让人忍不住心疼。好了，以上便是小编盘点的那些令人心疼的影视角色，里面好几个角色，小编看到结局的时候都哭得稀里哗啦的。你呢？其中有没有哪一个是让你当初追剧的时候看得撕心裂肺的角色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小编。好了，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咱们下期再见哦。